名古屋第2集要介绍的是犬山跟高山的景点行程，两地区的详细交通路线怎么走，还有丰富景点都在这支影片里面。今天的行程也会使用到 JR 立山黑部高山松本地区5日周游券，如何预订跟领取的详细内容，可以参考右上角资讯卡的影片。首先，我们来到名铁名古屋站，这边要去搭乘名铁犬山线，直接刷西瓜卡进站，前往犬山。要往第1月台走，我搭乘的是8点16分往新提早的急行列车。这边搭到犬山站下车，往西出口走。我们要去犬山城。右手边是一间居酒屋，也有卖寿司。前面这边就是犬山城下町，这边的商店大多是10点到11点才开始营业，所以我们晚一点再来逛这条街。这是山车馆，里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犬山记的山车，深度了解到山车的构造。旁边也有标示出各个月份的活动。犬山城下町走到底是山光稻荷神社，这边有很多个红色鸟居相连，还包括了3间的小神社：原田彦神社、鸡龟神社、前喜稻荷神社。不管你是想要祈求生意兴隆，还是恋情圆满，都可以来到这边。楼梯上来，左手边就有前喜服务，要先到社务所纳俸100日元，领取蜡烛跟竹篮，再自己准备好钞票跟零钱，接着就可以来洗钱了。把洗过的钱放在钱包当做钱母，据说钱就会倍增。山光稻荷神社这里最知名的就是祈求恋爱运，除了有一整面粉红色的爱心绘马，还有一颗一颗粉红色的御神签，可以知道自己的恋爱运势。来这边求姻缘的民众也会把爱心御神签堆在守护神兽石像旁边。另外也有很多祈求财运啊、恋爱运的御守可以选择。接下来穿过这个红色的鸟居，我们要前往犬山城。从神社出来之后，沿着这条路往上走，这边再继续往上爬就到了。犬山城的入场费，成人是550日元，中小学生是110日元。这边可以用售票机自行购买。前面就来到犬山城的入口，这边也有各个语言的简介可以拿取。犬山城被日本指定为国宝，历史非常悠久，也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造天守阁样式。进去参观要脱鞋，门口会有工作人员发袋子给你装鞋子。接下来就可以进来参观了。这边有展示武士的盔甲，还有天守阁模型。这边是以前用来放武器的地方。墙上的照片也展示出了日本的国宝武城。犬山城的楼梯为了预防敌人突袭，所以做得非常陡，爬楼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犬山城是5座国宝中唯一可以走出外廊的城堡，望楼的视野非常好，天气好的话，最远还可以看到岐阜城跟名古屋城。但这边的围栏很低，走在这边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参观完出来，外面这边有一间商店，里面有一些是犬山城限定的扭蛋，旁边还有风景明信片跟贴纸。这里还有一些帽子、摆饰、毛巾等等，也有各个样式图案的杯子，可以带回家做纪念。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物，
还有伴手礼盒、饼干，都是全山的限定商品。这个是食物券贩卖机，有卖一些小点心，买了之后就可以坐在旁边的椅子享用。全山城这边也有纪念印章可以盖哦。从全山城走下来，会来到真冈神社。真冈神社有全山守护神的称号，祈求盛产啊、赐子跟长寿，非常灵验。每年的全山祭也都是在这边举办的，会有很漂亮的夜间游行花车。真冈神社出来，正对面那条街就是全山城下町。全山市文化史料馆有展出美术工艺品，还有全山祭的山车跟机关人偶。这间主要卖了很多冰品，还有其他咸食点心。隔壁店家可以喝到新鲜的啤酒。这边有大福、简餐，还有造型缤纷可爱的饮料。这间富士大石有很多饰品是用珠珠跟石头的材料来制作的。右手边的店家卖了很多全山特产，有各种杂货啊、食品、酒等等。这间有卖小松饼跟炸物，还有很多款的咖啡、饮料。前面这里聚集了很多个小吃摊，一进来这边有章鱼烧跟烤飞驼牛串。往里面走，这间有手语鲜，是烤鸡翅。左手边有柠檬饮品跟披萨，另一边还有卖啤酒跟鲑鱼卷等等的日本料理，很多餐点都是做成一串一串的。走到底的话是寿司店，旁边有楼梯可以通往2楼。楼上是休息区，可以在这边用餐。出来继续逛全山城下町，这间是咖啡厅，有栗子冰淇淋。全山日和有浴衣跟摆饰、包包等等，也有饮品、甜点。这间是全山蛮有名的年轮蛋糕，是用纯米制作的，口感很扎实。全山牛太郎是 A5 的飞驼牛寿司。前面是一间甜点店，有卖冰、脆饼、巧克力等等。这边继续往里面走，还有很多间商店跟餐厅，大部分都是卖一些甜品、点心。这间是抹茶专卖店，有抹茶冰淇淋、抹茶饮料，很多种抹茶浓度可以选择，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。全山城下町保留了很多的古建筑跟房屋，可以来这边悠闲的散步逛逛。接下来我们要走回全山站，准备前往高山。这边要先搭名铁去岐阜，直接用西瓜卡进站就可以了。我要搭的是10点55分往岐阜的普通列车。到岐阜站下车之后，我们要走到岐阜的 JR 车站搭车，可以从名铁的中央口出站。这里要上天桥到对面去。这次到岐阜只是为了转车而已，没有安排行程。但这边也是有好几个景点可以去，在玩爆名古屋的影片里面有介绍到，有兴趣可以去看看。天桥走到底就到 JR 站了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，一起分享、交流旅游资讯。岐阜搭 JR 到高山这一段的车程是可以使用 JR 5日周游券搭乘的。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怎么预定。买好周游券之后，这边到 JR 的官方网站点选预约。接下来点查询变更预定，进来到这里输入了你的资料，预订编号可以在电子邮件里面找到。进来就会看到你订好的周游券，这边点选预订详细内容，往下滑就可以预订指定列车，这边就点进来。
要输入的出发跟抵达的站，出发站输入岐阜，抵达站输入高山，再选择要搭乘的日期。好了，就可以搜寻班次。进来之后，找到你要搭的那一班车次，就可以点选择，然后可以选位置了。如果你是想要看风景，记得选右边的位置，但有可能会被太阳晒。如果你不想要被晒的话，就要选左边。选好之后，确定资料没问题，就可以按下预订列车，按内就完成预订啦。这张 JR 周游券最多只能预订4趟指定列车，如果你有班次要更改，4趟的扣打又预约满了的话，就一定要先取消原本的，再重新预订新的班次。你也可以用自动售票机预订新的班次哦。后面实际操作一次给大家看。找到这一台机器之后，可以切成繁体中文，再来点选这个指定坐席票，然后是使用回数票预订指定坐席。拿出你的5日周游券插进去，点插入完成，会跳出一个画面跟你说，你还有几次预订指定列车的扣打，都预订满了的话，记得要先取消，再来重订。没问题就按确定。这边要输入出发跟抵达站，这边按 G 就会跳出岐阜可以选择，再输入抵达站，这边按 T 就会出现塔卡亚马高山可以选，这边就可以确认一下资料有没有打对，没问题就按检索，接着就会跳出可以预定的班次，选择你要搭乘的班次。接下来就可以选位置，或是选择都可以。最后再确定一次都正确，就可以按确定啦。机器就会跑出你的周游券跟一张新的车票。这边进站都是直接使用 JR 周游券，如果没有周游券的话，买有座位的票是2390日元。这里我要搭的是12.05往高山的特急列车。车程要2个小时左右，可以休息一下啦。抵达高山站，用周游券的人要走人工审核通道，这边我们走东口出去。接下来要去走走高山镇屋，直走过到马路对面，转角这边有很多扭蛋机，再来我们要右转，这边卖了很多生活杂货，这里有一间飞驒牛烧肉，飞驒牛也是来高山必吃美食。左手边的居酒屋有汤叶豆腐料理，隔壁的是有卖海鲜日式料理的居酒屋。这间有卖一些土产跟伴手礼，隔壁是大国药妆。左手边有炉端烧，地上会看到有指标，这边要继续直走。上面看到有这个指示牌，我们就弯进来。这间餐厅有卖飞驒牛排、汉堡肉，是开了有半个世纪的老店，在当地很知名。前面还有一间咖啡厅，有饮品啊、蛋糕等等的点心。前面右手边的建筑就是高山镇屋。高山镇屋是日本目前唯一留存下来的郡代代官所。这边高山镇屋的影片内容片段之后会放在 IG 跟大家分享，里面主要是以前官员的办公室、宿舍，也能看到一些从前使用的生活物品。回到高山站，面对车站的右手边有一个巴士站，接下来我们要搭乘巴士前往飞驒之里。这边有很多个巴士月台。我们要到1号月台搭车，
车程大约10分钟就会抵达。这边统一是下车之后付款，票价是100日元。下车之后要过马路到对面这边，再继续往前走。入口旁边会看到飞陀之里的地图，它是一个民俗村户外的博物馆。飞陀之里的门票，成人是700日元，里面有30座合掌屋跟大大小小的建筑，保存展示了很多飞陀的传统产业。门口有纪念印章，盖出来就是合掌屋的图案。这边有拼图可以挑战看看，都是飞陀的传统木工工艺，还有竹子的高跷可以体验。这里是传统古民家的村庄，里面可以看到以前的生活物品。大大斜斜的茅草屋顶就是合掌造型房屋的特色，有的房子内部也可以进去参观。建筑是全木造的，盖的时候没有使用任何的一根钉子，但超级牢固。这里是喝茶休息的地方。这间旧田中家是江户时代的一个古典学家住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泥土地板的大客厅，中间有火炉。这间也是日本指定重要文化财之一，以前取水用的水井。这间是用来处理农作物的小屋。因为这里白天的时间很短，秋天变到冬天的速度很快，所以秋天收割的稻田就会被挂在竹棚下晾干，也有设置储存区来保存粮食。这间是旧西冈家，进去的左手边有展示飞陀和牛是有可以产出优良肉质基因的公牛，也因此发展出知名的飞陀牛品牌。里面有展示一些古老的生活用品。2楼有展示很多养蚕的物品，因为这里常年降雪，可耕地很少，所以蚕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作物。合掌造的房屋2到3楼的阁楼空间就被认为是为了养蚕而设计建造的。这间旧八一馆是雪橇展览馆，在飞陀地区，雪橇是冬天最重要的交通工具。因应不同的用途，发明了各种类型的雪橇来运输物品。钟状堂是可以让你随意敲钟的，只是钟的声音应该会非常响亮。前面有一个休憩所，可以在这边投贩卖机坐着休息。飞陀之里的园区不会很大，每一座的合掌造房屋都有展示不同功能跟器具，可以安排1到2个小时来这边走走逛逛。这边逛完之后，就一样搭巴士回到高山站。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是上高地及新穗高缆车，会跟大家分享怎么用1天玩这2个景点。记得先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